有些爱会让人窒息。问题常常不在爱有多深，而在一个伴侣被放进了太多位置。他原本只是和你一起生活的人，后来却渐渐成了你的家，你的镜子，也是你对抗孤单的最后一道防线。你想从他的理解里补回过去的委屈，从他的选择里确认自己重要，再从他的承诺里得到一个保证，这一次不会有人把你留下。当一段感情同时背着安全感、自我价值、童年的遗憾和全部未来，它自然会变得很重。这种浓烈甚至不需要天天黏在一起，伴侣只是皱了一下眉，你的心便跟着往下沉。他想独处半天，你感受到的像是被排除。两个人意见不同，也能让你提前听见关系结束的声音。所以判断一段爱浓不浓，不只看两个人有多甜、多想念，更要看这段关系在生命里压了多少重量。一个人的靠近让你瞬间完整，他的退后又使你怀疑自己一文不值。到了这一步，你害怕失去的已经不只是眼前这个人，你还会失去那个被选中、被需要，终于不必独自撑住一切的自己。看清自己，有时候需要别人的眼睛。这里是心事解码所，陪你读懂关系里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潜台词。今天我想陪你把这件事往深处走。我们会先看懂人为什么那么渴望伴侣，接着追到浓烈如何形成，又怎么一步步变成一追一逃，最后留下足够具体的出口，让你知道情绪来的当下能做什么，平常又该怎么把自己慢慢拿回来。我不会只丢给你一句要有自己的生活，也不会用缺乏安全感把所有痛苦草草命名。道理没有让你走出来，多半是因为你还没看懂自己究竟把什么交给了这段爱。先从人为什么那么想要一个伴侣说起。怕寂寞只解释了很小的一部分。人本来就需要连结，我们需要有人听见一句话背后真正的情绪，需要有人记得那些对别人毫不起眼，对自己却很重要的小事，也需要在疲惫的时候暂时借用另一个人的安定，让自己慢慢平静下来。这些需要并不幼稚，一个成熟的人也会想念，会依靠，会在受伤时希望有人靠近。真正的独立从来不是把自己活成一座岛，而伴侣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他不像普通朋友，只在生命的某一个部分认识你。他看过你刚睡醒的样子，知道你在外面受了委屈，回家却不一定会说。他知道你什么时候是真的生气，什么时候只是嘴硬。你们一起处理账单、家务、家人的问题，也一起见证那些没有掌声，甚至没有人知道的日常。我们渴望伴侣，某种程度上是渴望有一个人持续地看见自己。世界很大，大部分关系都很短。今天和你并肩工作的人，明天可能就去了另一家公司。曾经最亲近的朋友，也会有自己的家庭和生活。伴侣却像是一个承诺，在这么多人来来去去的世界里，有一个人愿意反复选择你，陪你把零碎的日子连成一段共同的人生。想要伴侣本身没有问题，真正容易让人受困的是我们还想透过被选择回答那个一直悬在心里的问题：我到底值不值得被爱？当一个人心里始终没有这个答案，爱情就会变得格外重要。他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可以一起吃饭、旅行、生活的人，他需要有人透过忠诚、关注和不断的靠近，替他证明自己不是多余的。这句话很少被直接说出口，它通常藏在别的问题后面。你问他为什么没有先想到你，疼的是自己在他心里不够重要。你想让他再多陪一天，害怕的也许是连这个人都想离开，自己终究留不住任何关系。你在朋友聚会里看见他和别人聊得很开心，你明明也在笑，肩膀却慢慢僵住。那一刻你未必只是吃醋，你更像是突然失去了自己在他世界里的位置。回家以后，你可能一句话都不说，只等他主动发现。只要他足够着急，愿意花很久哄你，那个摇晃的位置便会暂时稳下来。这时候伴侣已经不只是伴侣，
它变成了一面镜子，它今天怎么看你，愿意走多近，甚至有没有把你放在第一位，都在替你回答同一件事：我是不是值得？我会不会又被留下？镜子一旦离开，你连自己是谁都看不清楚。这就是浓烈的爱和一般亲密最重要的差别。一般的亲密也会彼此影响。伴侣冷淡，我当然会难过；他生病，我也会担心。可是，在过度浓缩的关系里，对方的情绪不再只是他的情绪，而会立刻变成你的责任。你必须让他好起来，才能允许自己放松。对方的选择也不再只是他的选择，而像一份对你价值的评分。于是，一次普通的失望会变得非常大。他只是说今天想自己待着，你听见的却是我不想和你在一起。他没有立刻认同你的想法，你感受到的也不只是意见不同，而是我们是不是已经不适合了？他很累，暂时没有力气照顾你的情绪。你心里最先出现的可能不是体谅，而是一阵羞耻。是不是我又太需要了？是不是我真的很麻烦？你一边怪自己，一边又忍不住生气，因为他曾经让你相信你在这里可以永远被接住。那么这份重量是怎么放上去的？它很少发生在一瞬间。有些人从很早以前就学会，爱不是一件自然存在的事，而是一件需要努力维持的事。小时候，大人的心情可能决定了家里今天能不能好好说话。你要先看脸色，才知道自己能不能靠近。要表现得懂事，才不会被嫌麻烦。要把需要收好，才不会换来一句怎么又是你。那个孩子没有能力离开，也不可能知道大人的情绪其实属于大人。他只能得到一个对当时很有用的结论：只要我更乖，更会照顾别人，更快发现问题，关系就不会坏掉。这套方法曾经保护过他。可长大以后，当伴侣累了，沉默了，或者有一个和自己不同的需要，那个早已成年的身体里，仍可能有一部分立刻回到原来的位置。他不再只是面对一个累了一天的伴侣，他像是在面对那个随时可能收回爱的大人。不过，我不想把所有浓烈关系都解释成童年。有些不安确实是在成年关系里形成的。当一个人长期忽冷忽热，答应的是反复变动，冲突时经常消失，等你快要离开又突然变得非常温柔，即使原本很稳定的人，也可能慢慢开始怀疑自己。所以，理解过去不是为了替现在贴标签，它只是帮你辨认眼前这一刻的恐惧，究竟有多少来自旧经验，又有多少是这段关系真的缺少可靠。还有一种形成浓烈关系的方式，更隐秘，也更容易被误认成命中注定。你爱上的可能不只是这个人，他还替你活出了某个你一直没有允许自己成为的样子。如果你从小习惯照顾别人，很少替自己做决定，一个果断、有界限、从不勉强自己的人，可能让你感到非常着迷。如果你一直要求自己理性、稳定、不出错，一个自由、热烈、敢爱敢恨的人，可能像突然替你打开了一扇窗。你和他在一起时，会短暂感到自己变得更完整。他身上的力量，好像也流进了你的生命。这种吸引很真，也可能成为一段关系美好的起点。麻烦在于，如果你没有把那部分力量慢慢长回自己身上，就会开始害怕失去这个人。因为他一走，带走的不只是爱，也像是带走了你自由、勇敢、有价值的那一部分。于是你会不自觉地要求他留在原来的位置。那个一开始让你着迷的果断，进入共同生活后，可能变成不顾你的感受。原本让你心动的自由，遇到账单、承诺和责任时，也可能让你感到不可靠。你开始说，你以前不是这样，可有时候不是对方突然变了，是热恋最初的光退下来以后，你终于看见一个真实的人不可能永远只呈现你需要的那一面。他不是专门为了补足你而出现的，他也有疲惫、自私、迟钝和做不到的时候。一段爱若承受不了这些普通，就只剩下理想化可以维持，
眼前的人逐渐退到后面，你真正抓住的是他必须继续扮演的角色。到了这里，浓烈开始变成窒息，因为关系里出现了一份谁都没有明说的契约。我把孤单、自我怀疑和被抛下的恐惧交给你，你要用足够的爱，让他们永远不要再出现。这份契约最初听起来很浪漫，你说有你就够了。另一个人也可能很感动，觉得自己终于成为某个人生命里最重要的存在。可时间久了，他会发现自己已经失去做一个普通伴侣的权利。他累得不想说话，沉默会引发你的不安。偶尔想单独见朋友，你又觉得被排除。慢慢的，连一句“我现在没有力气安慰你”都很难诚实说出口，因为他知道这句话进到你心里，可能会变成连你都嫌我麻烦，而你也没有比较轻松。你会花很多力气观察他，猜他的语气，调整自己的样子。你不敢真正生气，怕把人推走，又无法一直压住委屈，所以只好用沉默试探，或者突然爆发，逼他证明在乎。你们明明非常靠近，却都没有被真正看见。你看见的是一个随时可能离开你的人，他看见的是一份自己永远做不完的情绪工作。当两个人只剩下这两个位置，爱就会失去呼吸的空间。想象一个很普通的周末，他说下午想一个人出去走走，晚上和朋友吃饭。你第一个感受不是失望，而是心里突然空了一下。你本来以为这一天属于你们，现在却像被临时移出了他的生活。你问，所以你宁愿跟朋友出去，也不想陪我？他解释，只是最近很累，想换个心情。可他每说一句，我需要自己的时间，你听见的都像跟你在一起很累。你开始翻出前几次的事情，想让他知道这不是第一次。你的声音越来越急，他的解释则越来越短，最后他不想再说了。他起身走进房间，你看着他的背影，恐惧立刻找到证据。你看，他果然在逃。于是你追过去，要求现在就把话说清楚。他觉得自己连安静10分钟都不被允许，只想更快离开。你越追是因为越害怕，他越退是因为越有压力。偏偏他的退后正好证明了你最怕的事，你的追问也正好证明了他最担心的事。只要靠近你，他就会失去自由。这就是一追一逃的循环。他最残忍的地方是两个人都觉得自己在保护关系。追的人想的是，只要现在说清楚，我们就不会越来越远。逃的人想的是，只要先离开，事情就不会变得更糟。可一个人用靠近止住恐惧，另一个人用距离保住自己，两种方法撞在一起，最后谁都得不到真正需要的东西。有时候，这个循环还会让人误以为感情很深。一场激烈的冲突之后，你们痛哭拥抱，保证再也不离开。那一刻的靠近非常强烈，像终于从悬崖边被拉回来。可是几天后，同一个问题又会出现。你们依赖危机制造亲密，再用和好证明爱还在。平静的日子反而显得空，因为没有剧烈的失去，也就没有失而复得的感动。久了以后，你可能把情绪强度误认成感情深度，但一段关系让你反复害怕失去，不代表它比别的爱更珍贵。它可能只是没有给你稳定。说到底，浓烈的爱之所以让人窒息，是因为两个人想用一段关系消灭生命里本来就存在的孤单、不确定和不完整。爱能陪我们经过这些，却不能永久取消它们。再认真的伴侣也有反应不过来的时候，共同生活让两个人走得很近，仍旧不会抹掉各自的内在世界。当你要求他消灭所有不安，他就不再被允许成为一个人，他只能成为功能，一个负责让你安心、让你完整、让你相信自己值得被爱的功能。而没有人能在这个位置上待得太久，出口也就从这里开始。你不需要把爱变淡，也不必逼自己谁都不要。你真正要做的是把那些被压在伴侣身上的任务一件一件看清楚，再慢慢拿回来。先别急着处理太黏这个表面。
找一个情绪比较平静的时候，回想最近一次很想抓住他的瞬间，也许他想独处，没有站在你这边，或忘了某件你很在意的事。把画面停在那里，先看自己最希望他做什么。答案若只是陪我哄我，就再往下一点，他的陪伴会替你证明什么？你可能终于相信自己很重要，这次不会被丢下，也有人愿意留下来，陪你处理那些过去总要独自吞下的难受。然后看一看，当他没有做到时，你是否立刻替自己下了另一个结论？他不陪我，和我不值得被陪是两件不同的事。他现在没有力气理解我，也不等于没有人会理解我。你需要练习把事件和自我价值拆开，这项练习正在松动一条绑了很久的绳子，远比文字上的自我安慰更重要。当你找出自己真正想被证明的东西，就会明白，你追着伴侣讨的可能是一张很久以前就开出的账单。你希望今天这个人替过去所有忽略你、否定你、没有留下来的人一起还清，可他做不到。这个承认会让人难过，因为它意味着就算遇见一个很爱你的人，童年没有得到的东西也不会像从未失去过。曾经的孤单不会因为一场恋爱从生命里完全消失，但这份难过不是绝望，它是一个成年人开始自由的地方。你终于不用再逼一个普通人扮演命运的补偿。伴侣可以陪你照顾伤口，却不需要为伤口的存在负责。接下来，请把注意力放回那些被关系吃掉的部分，不是随便找一个兴趣，假装自己很独立。你要找回的是选择感。你可以直接翻开过去4周的行事历，看一看自己的时间去了哪里，哪些朋友的邀约被你推掉了，哪件原本很投入的事停了，还有多少晚上只是空住，等待伴侣决定要不要见面。先挑一个最明显的地方恢复，不必一次把生活改得面目全非。从一件很小的事开始，朋友在约你吃饭，不要先把整个晚上空着，等伴侣最后决定有没有时间。你想看一部他没兴趣的电影，就自己去看，或者找喜欢他的人一起去。点餐时说出真正想吃的东西，周末保留一段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成果的时间。这些动作看起来和爱情无关，实际上他们正在把你重新带回自己的生活。当生活里有朋友，有工作上的成就，有身体的节奏，也有一个不必透过伴侣才能感受到的自己，关系的重量才会回到一个人可以承受的位置。你仍然会想他，只是他的暂时不在，不再等于整个世界一起熄灯。平常要练习的是找回自己。情绪真的升高时，你需要的是另一套更具体的方法。下一次胸口又突然发紧，脑中很快跳出他是不是不要我了。先不要立刻处理关系，先处理身体里的警报，把脚踩稳，慢慢吐气，去洗脸，或者离开原来的位置走一小段路。问题晚一点仍然可以处理，现在更重要的是先让自己从只能追、只能吵、只能讨好的状态里多出一点选择。等那股最急的冲动稍微退下来，再把事情说完整。这时可以拿一张纸，分开写下眼前的事实，脑中补上的解释，以及这段关系长期呈现的模式。譬如，事实是他说今天想一个人休息，你的解释是他开始厌烦你。需要观察的则是他休息过后会不会重新靠近，平常是否愿意回应你的需要，还是每次出现问题都用消失逼你放弃。把这3层分开，你不是在说服自己一切都没事，你只是停止让恐惧替事实直接下判决。当你准备好和伴侣说话，别只丢出指控，也不要假装大方。你可以坦白地说，刚才听到你想自己出去，我第一个反应是你不想和我待在一起。我知道这里面有我的害怕，不全是眼前的事。你可以告诉我，你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吗？我们也一起确认晚点怎么安排。这段话里有感受，也有责任。你没有否认自己受伤，却没有要求对方用放弃空间来证明爱，而对方能不能接住这样的沟通，
也会让你看清这段关系。健康的伴侣不一定立刻答应你，他可能真的需要独处，也可能无法完全理解你的反应，但他愿意听，愿意说清楚自己的状态，也愿意一起找到一个双方做得到的方式。你们可以约定，冲突时任何人都能喊停，但暂停不是消失，需要说明大概什么时候回来。你们也可以保留各自的朋友和安排，不把没有一起理解成不再相爱。一方需要安慰时，可以直接提出，另一方若当下没有力气，也能诚实说明，而不是勉强陪伴到心里只剩怨气。关系里一定会有距离，真正的安全感来自你们知道怎么回来。还有一个出口，可能比自我练习更重要，你要诚实判断，眼前这个人有没有能力和你一起建立安全。和好时说得多动人，参考价值其实有限，长期模式才会告诉你真相。答应过的事大致做不做得到，做不到时会不会提早说，你提出感受以后，他愿意理解，还是立刻嘲笑你太敏感。冲突之后，原来的问题是否真的有过改变，还是只靠一个拥抱暂时盖住。如果一段关系长期靠忽冷忽热维持，对方用沉默惩罚你，用离开威胁你，或者只有在你完全配合时才愿意靠近，那么你的不安不只是旧伤，你正在回应一段真的不可靠的关系。这时候出口可能不是把自己训练得更能忍，而是承认这个人给不了你需要的关系。有些爱经过调整可以重新呼吸，有些关系最后只能离开。判断的关键在双方是否都愿意看见问题，承担自己的部分，并且做出可以被观察到的改变。只靠其中一个人努力，循环很快又会回到原处。如果你们已经反复掉进同一个循环，靠自己很难停下来，而两个人都还想继续，伴侣咨商也可以是一个选择。求助不是证明关系失败，有时候你们只是需要一个不站在任何一边的人，帮忙把追逐底下的恐惧、退缩底下的压力翻译出来。最后，我想把解决这件事说得更诚实一点，走出这种把整个自己压在关系上的状态，不会让你从此不再害怕失去。你仍然会在乎伴侣的反应，也会在某些时刻希望他多抱你一下。你可能偶尔又想追问，又想透过他的选择确认自己的位置。改变不是这些感受全部消失，是他们出现时，你不再立刻抛下自己。你知道害怕正在发生，却不急着把它变成命令。你可以承认自己需要安慰，也逐渐容得下对方偶尔做不到。即使很珍惜一段关系，你仍保留判断它是否适合自己的能力。慢慢的，你会发现，爱还是可以很浓。你可以深深想念一个人，可以让他走进生命最柔软的地方，也可以和他分享那些从未告诉过别人的脆弱。只是这份浓烈，不再要求两个人融成同一个人。他今天情绪不好，你仍会关心，心里却不必立刻认定是自己的错。他想拥有一个下午，你也许失望，却知道自己没有因此被丢下。发生冲突时，两个人不再用分手确认在乎，即使一时笨拙，暂时不知道怎么理解彼此，最后仍愿意回来。这样的爱仍然有重量，只是两个人不必靠失去自己才能把它背下去。所以你想要的当然是一个伴侣，只是有时候你也在等待一个人结束你心里长久的流浪，替你证明自己值得，替你保证从此不会孤单。那个愿望很人性，也很让人心疼，可任何伴侣都无法替你完成全部。他可以陪你走过那段学习不再遗弃自己的路，你也会慢慢停止要求他的每一次靠近都负责证明你的存在。当伴侣终于只是伴侣，爱反而有机会变得更深。那时留在关系里的是两个看见彼此限制，仍然愿意靠近的人。可是当你停止追逐，停止用对方的反应证明自己，为什么反而更容易遇到健康的关系？下一支为什么停止追逐爱情的人，反而更容易遇到健康的关系？会把这个转变背后最现实的原因说清楚。